说这个阵容一旦有人快速，是的。那这里的话，如果说他多了一个追击目标嘛，那来看一下这边先往哪往儿走？往联合地方向走。 里面想锁，但是没有看到人，直接来中场。这边骑士的话也是一手尊重拉点。对，再找一下这边最脆弱的那手冒险家躲在哪个位置？耳鸣起来了，看一下这个耳鸣。小天赋上的话也是点到了爆木。左手是小一的木偶师，这个木偶师不太好追啊，进点了。对，现在目的放一个窥视者，然后直接走。中场的话还是要吊一下的。 前面是图图的骑士，哎，在等。那我觉得他比较尴尬的就是他把眼给交了，所以不想追骑士了。是，哎呦，回来这个笼子还没照到，差一点距离，但是第二段笼子接上，第一波路易直接交，那么直接贴身嘛。贴身的话一直去消耗木偶师的道具，他没有办法进板。看这刀直接给。是的，等于说我这边是废掉2个路易嘛。手里愿力的话还够。再一波笼子攻势直接来了，贴脸，反应很快。 再给压迫，但是你是一个纯薄的木偶师，你的牵制压力非常大。这个笼子结束还有一个放到了空地，感觉要击倒了。没办法，这个路易时间到了，这就是熟练度啊。操作不了，而且你看他天赋也带是幻想位移，没有带飞轮效应之类的。哇，还是地下室。他其实，在第一波笼子有些失误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立马去衔接第二波，而且是捋清了怎么样去追击这个木偶师，让他全程进不了板区。这个笼子放得好，是的，放得好。地下室的一个压迫。 骑士要来，但是骑士的话，你是没有化险为夷的嘛？看一下，一刀直接刀一波，但是被预判，还在等下来，再给一刀。是的，那这波我说实话很赚了，看他要不要去摊一下双刀。其实也没想着第一时间出，那就不着急。对，木偶师的话，他毕竟手上是有盾有那个路易的嘛，所以说打他的话可能打不太倒。对，打断一波，2个行者都到一起去了。 可以再给一刀，再击倒，然后其实也在脸上，手里窥视者可以消减一下，对，但是愿力会差一点，没必要，而且点位也不是很好，他走的是里面，如果走的外面的话，我相信真九肯定可以去摊。而且目前优势太大了，2台密码机，我是一个2挂地下室，再一个是你骑士不是无伤救，我具有通缉的一个情况下，你补状态压力是很大的。你看，你要么救人被我拦截，要么你补状态的位置我知道。而且这个阵容双龙，尴尬的问题是经典的一个拦截守墓人的打法，是外围求生者破译密码机的速度始终不是满速的。是的，这样的话他还要等这个笼子消散，而且被走到另一边了，另外一边救不了了呀。真九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杀出去，对他来讲没有耳鸣就意味着没有人能救了，无药可救。对的，是的，看一下这个笼子直接贴脸，再飞过来，哇，回头打断，天哪！ 那晨曦说实话，这波道具空窗期很危险，真的是行云流水，而且守门人有可能也会倒地下室。是，这里必须要撑到下一波 CD 2秒钟。过头，直接倒，刀击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主要是你看真九他真的很老练，就一直在巡视，等你给到机会，哎，你要翻了是吧？我交一个笼子过来，直接秒你。 就是经验太过于丰富的同时，操作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反倒是求生这边有点沉不住气。其实他是没招，他是真没招，只能赌，因为他当时被笼子吸过去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暴露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了。对，首先是空地，其次我救不了人，然后道具的下场僵直很大。 他不能精准的预测到真九能不能精准的来到他身边，他不可能说我直接去交这个铲子。是，但是你只要晚那1秒，对于监管者来讲，他就是机会。这边小歪过来救人，但是有点犹豫，没第一时间贴过来，所以这边被真九秀到位置了。甚至于说这局求生者的一个打法是可以把人直接卖掉，然后我看2个人看能不能走一个，能不能把密码机给修的差不多？对，去创造一丝丝的可能。 差一眼看一下，很极限的一个位置，没有把这边小歪的位置暴露出来。对他不能救，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再过来救人的话，无异于是把自己送进去嘛。所以说，对于真九来讲，他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找人的收尾工。哇，看你看这个笼子，真九刚那波思路真的很清楚，我先往红蝶河方向走2步，等耳鸣消失，我就能确定你这个过来卡的位置在哪儿了。准确，太准确了。他像是在手术台上的医生。 太准确了！你看2个笼子直接秒，见面就秒，飞龙还没有博弈的空间，是的，根本没有交的机会。2波都是转过来之后直接秒。这样的话，其实刚才那边破译密码机应该是知道他的大体位置的。对于骑士来讲呢，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很难去撑，而真九选择的一手保守打法，不挂人。那这局其实求生者基本上就宣告落幕了，没有办法操作了。很难去躲吧，因为跛脚羊的跑图能力很强，但是
看看真九这边的一个思路吧。主要是图图现在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差了。没错。转过来，耳鸣差一点就起。但是已经压缩了很大的一个躲藏的空间。对，你看图图已经被压到角落，过去看到这个笼子看到了，那没办法了呀。是的。过来直接秒，哇，这一刀出的甚至比他战术意见还要再快。要快一些。对。这样子两个人的位置都已经知道了。 应该是一个稳稳拿下4抓的节奏，因为他还能够底牌切成一个移形和传送过去再管。是另一边小歪刚好倒在地上，是的，过来直接看到手里一个飞轮，2个喷气背包，看能不能牵制一下吧。这点位过掉骑士一整个的淘汰进度，对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看一下过来，没办法了，直接恐惧震慑。那么也是恭喜 ACT 在第一回合上半场直接顺利拿到一个4抓，对，压制力依旧非常夸张，很。 自己倒6次，对，最终拿下引上艾维了。艾维打这个更重要一些，然后打这个阵容的小工具消掉这样的一个侵蚀度。对，然后打这个阵容的看一下这边卡戎的一个处理方法吧。我觉得他这局是不能着急于追一个人的，他一定要去散播一种恐惧。对，先激素一下，不着急，慢慢来。他要让求生者这边修机修得很难受。看一下这边，哇，直接开始摸道具了。对，他们也是比较。 稳嘛，而且意识到监管者可能采取一个空场的思路。对，这个追击节奏没必要起那么快。来看一下这边，星野是摸出了一个护腕，干扰墓地。现在在找，对他跟自己的一个1-4人去分头行动，不停的干扰。但本体的话，说实话逛街有点久了，要开始干扰一下了。本体一直没有进入追击节奏。你看这1分钟的时间，大家也没怎么修，对吧？其实还好。 出了个闪现的时间，对他其实等一下是优势的呀，因为他，你密码机没动，但是我的闪现 CD 在动，可以闪现去开。可是问题是场上求生者他是有计速时间的，计速时间到了才能计速。我觉得星焰真的太聪明了，他作为一个最薄弱的位置，盾一掉，他站在2楼去卡陶片，而且摸了一个护腕，对，保证了自己的生存。这一局说实话，对于卡戎来讲，前期节奏开不到很多，而且你看来追狗狗要考虑这边闪开，怎么说？ 会闪开吗？这个位置？要先点侵蚀度，先我觉得真挺难的，还得压迫道具，魔术师也是，因为他这有追猎嘛。哎呦，闪开空了，这样交一个魔术棒，直接拉开了身距，而且前面就是板具，对，太贪了。但收回来的话，这样的话闪现配合自己的技速，也只能顶天拿1刀，直接拍板去规避掉了你走路的一个风险。对，然后等于说，你把寄生跟闪现都交了，说白了还是没节奏。 没有上挂节奏，哇，这个闪现空的有点致命，主要是太贪了。他想先过去之后，先本体喷完之后再给一刀，给一刀。他其实操作没问题，就是刀没 A 到嘛。对，稍微有点亏。这个说实话是真没办法，不可抗力来的，也不算不可抗力吧，就是闪过去位置，刀没打到。对。木偶师他这个位置，哇，这么敢翻，也是抓住了监管者不会出刀的一个心理。伊森的话，他在这种心理博弈上面来讲还是很有经验的。对，那现在伊森喷到了，本体还得给他压力，但是里面他得拦住木偶师，不让他走这个陶片。对，不然的话，木偶师等他主动去蹭陶片的话，会把这个侵蚀度给消掉的。而且这局问题很大的，他来了，求生者这边一直都在墓地牵制，干扰不到外面密码机，所以外面密码机很快。这样的话，等你传过来，我这边身上是没有侵蚀度的，而且闪现交过了，我可以大胆翻，在一个很安全的身位。糟了，监管者的节奏非常差，这把出问题了。我说实话，主要还是前期，求生者这个命真的很好，但是给到一点小机会。我说柳暗花明，还得再等。这个地方是直接拿到1刀，寄速过去，再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击倒。这个喷可不能空，等一个1-4人的喷，寄生喷，等一个100%的命中的机会。可以，本体先这里应该是不会空了。哎哇，这也能扭掉。他卡了一个很极限的视角，卡在向那个小门方向去看，还再盖一板，这盖一板，我说实话，身上侵蚀度消掉没关系，可以倒了。我的天，已经很不错了。再赌一波，他在这个安全身位还能再翻博弈，翻之后这波应该倒，但是没关系，时间已经拖够了，已经整整3分半的一个时间了。第2个闪现都要好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伊森他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啊！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1-4人？就是在给你1刀的一个情况下，我还是能够完美的去对策你的技能。主要也是这边卡戎他，我说还有点排位思路了。求生者这边 ACT 前期运营没有给任何节奏，要是你劣势大了，你就会想真没办法着急对。
对金文来讲，你这个心态的变化是随时的。一速狗狗没关系，狗狗手里有魔术棒。那这波2阶相当于是废掉，然后本体跟伊森又全部到墓地里面控制。而且这个伊森喷还没有喷到，手上这个闪现应该是不能再交了。交吗？交吗？那就得再拖。但是你现在去交这个闪现的话，你是有可能开门战技能没有转好的。但其实说实话，带入卡戎的视角，你没办法，得要打快速击倒，不然的话没有把这个比分翻回来的机会了。他怕自己没有上挂节奏。我说了，他只能以乱打乱。是的，是的。伊森收回来，然后本体还得再过去。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决策的对错了，基本上就是一种感觉以及对求生者他们一个整体思路的临时的一个发挥。对，现在就只能这样以乱打乱去磨求生者，去拖这个闪现时间。对，看看能不能打出更多的一个击倒。看一下能不能打针对，没针对到，被魔术棒晃了一下。对，而且魔术师也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身位，那这样的话只能去尝试控状态了。而现在这边的一个园丁是满状态，居然吃一刀也没事。看一下这局卡戎的思路，另一边伊森一直在给密码加力。卡戎这边的话，最低的要求是拖出自己的闪现。那么最好的情况下呢，是我能够再去打到一个2挂。但其实卡戎这边也聪明，他也在尝试去逼掉关键求生者的关键道具，比如说大幅的怀表。没错。或者说强行制造一个白板出来，对，消耗一下。但是魔术飞轮没有任何问题。再利用你的陶片去消掉侵蚀度。来回看一下这个侵蚀传送得要做出收益了。墓地跟甲门的区域都有人在破译。大副我觉得现在甚至可以在你的脸上直接给压力了，当着你的面修。没错。这样的话，你必须要去抉择一下怎么样去处理。这边电车也赶了过来。清一下板子，但是而且伊森他手上是有路易和飞轮的，倒不了，还是倒不了。再过去再骗到了一个新传送，这边11操作位置都很好。现在伊森能暂缓求生者的一个破译速度，但是现在还是一个慢性的死亡。没有上挂节奏，对于艾薇来讲很痛苦。看能不能去找一波上挂节奏。现在其实时间差不多了，得要拿到了，不然的话密码机差不多要再磨下去的话，下一轮两边密码机都要到70以上。主要是求生者他们会去修第3台。这个场上密码机的话，2楼的话他也有人去。对他等不起了。4个人你不减员的情况下，你是很难去守住的。而且闪现好了，他得赶紧去找一个自己认为能追的，而且哪怕追到密码机够了，开门战也能快速处理掉的角色。狗狗这个位置的话又非常刁钻，不让你去落一个陶片。寄宿上陶片，你看就直接到1楼去了。没错。那你这样你的寄宿一交，我就解放出来了呀。中场2楼密码机可以破译的非常快了。那现在卡戎也知道手里没节奏，得要去铺垫开门战了。对，得把求生者从楼上赶下来。好消息是闪现好了，但坏消息是求生者手里道具状态都挺满的。只能看开门战的一个拉扯了。对于他来讲的话，现在的局势还是有一线生机。但是有一个陷阱，就是星焰他一般来说默认园丁是没道具的，但是直接闪现，手里有个护腕，倒了魔术宝没有交出来，那么门是没有开的。对，得看这波可以进行一个双控，侵蚀传送能不能打出收益来？中场已经卡过来了，起码现在还有保平的面。怎么说？而且那边伊森星焰爆点了，选择顶在脸上，要跟接王者爆了，逼迫你来追我。飞轮交掉，是的。园丁的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脸上是，主要是陶片拆掉的是一个很安全的身位，手里还有护腕，糟糕，卡戎中陷阱了。哦，也行，这样的话他传过来好像有点留不住园丁了。11在脸上，但11的话，他的侵蚀传送是交过的，道具成本走地窖，从哪边都可以。毕竟他是一个有怀表的大，真没办法。是的，再拖7秒钟，等摇表摇到的话，直接去跳地窖，还是一个3出。那这样的话就。第1回合直接打了一个，补道具，他可以去拉扯贴门考验，这么多个版本下来了，对吧？一手火灾放在中场或者放杂技都会携带一手飞轮效应嘛。来看一下这边卡戎是直走往中场去找幸运儿，这把肯定是定死了要找这个幸运儿的，不可能放出去自己的一个首日目标。对，他很聪明，直接上到了2楼。小蝙蝠上还点出了踩板，就是为了增加前期的追击。对，压一下。刚刚追星儿的压迫只是一手烟雾弹，回头找狗狗。狗他这个身位是有点危险，所以说感觉卡戎是想尝试一下。对，看一下再回头能不能把这个星儿调出来。但是应该也是被发现了。不过星儿这个时候呢，他是没有去时间去摸箱子的，只能去许愿出了一个怀表。对，身距还是比较近的。
因为他不是大副本人嘛，用这个道具的话，其实也没有很厉害。而且被打断之后还会立马现形。对他没有第3段的一个摇表。不过这个时候飞轮已经好了。来看一下这个窗口的博弈，手里闪现还有3秒钟，哇，其实差一点点。非常快，而且他不能往右走了，板子已经被踢掉了。这个怀表出来，再骗。飞轮像天骄飞轮，非常好的回头摇表，可以，博弈非常不错。再看能不能把这个窗台蹭出来。这边的话，哇，卡戎位置没躲到，一刀在这种空地不停的游走。但是就是给你压力，也通过自己的预判把它架在了原地。那这个时候星夜回头非常细节一个操作，我先用身体把你隐约撞断，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拉点，是让你有那么几秒钟的一个真空期。不过这个时候闪现可以闪现应该不会出失误吧？晃到了，还行。最终是歌剧的一个刀更快呀，更胜一筹。但是你看这个牵制时间已经到了1分40秒，2台半将近3台的一个时间。对，对于一个信仰来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牵制时间了。就来看一下救人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看看卡戎这波第2手节奏怎么接吧。我感觉卡戎他的闪现手感并不是特别好啊，这个真的是很危险。对，2手闪现可能都没有第一时间击中目标。但刚才那个闪现就是之后那一刀没有打到的话，这局游戏又很难打。这边火灾来救人，约断了，那无伤了，无伤救，希尔杰往脸上冲，去保掉一个状态，非常聪明。说实话，这波无伤好亏啊！他们的思路太明确了，让信儿去压一波箱子，看这个箱子能不能摸出来，应该是时间够的。这里还要不停的去打断。对，许愿看许愿出一把枪，没问题。把枪，再靠这边那个气囊，再弹到角落拖你的挂人时间。这样第3波的时候，我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36的。我的天！我说实话，卡戎他这波只能去选择打一个针对了，这把枪是不能让求生者去开的。而且这边我守墓人来救他，其实不着急啊，甚至可以省自己的道具，因为他知道一旦卡戎去选择打守墓人，那幸运儿就有牵制空间了。对，一旦他出现了擦刀，那么幸运儿就一定能36。对，所以到时候11的道具也可以省着交。对他直接走过来。然后呢，你如果说不打我，我甚至可以去卡一下这个淘汰进度条。你看来了，选择直接打，但是这样的话给到了很足的身位。对，而且这个时候11手里道具还在，是可以扛，我可以扛，没关系。闪现是没有的，技能已经切过了。对，化险为夷时间，我可以一直站在这块板子里面堵你的身位。20秒可以拖，手上还有飞轮跟枪，4人开门战是有机会的。不过没有回光返照也是一个问题。要看一下这个反区博弈怎么样。2把全踩，守门倒下了，旭儿直接往空地去拉点。这把枪能不能可以先交飞轮？按下卡戎再骗，先用飞轮博弈也是可以的。那这把枪直接命中，幸好枪命中的瞬间，旭儿直接拉开身位，砸击再接火球，马上要压，非常漂亮，距离让他很远，而且是的，办法快速贴近。被红球直接封住了技能，那这个时候密码机只差最后5%，能量手里还有飞轮可以直接秒掉。这边没有反弹，但是翻过去了，手还有飞轮，要进行一个汉长力的把飞轮博弈要打回速，复回来一刀还是打中了，但是这个时候小梅已经在开，而歌剧的技能是好的，对，那么还是有机会去保平的。那你看挂人还要再花点时间保平。但是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一局想要多抓就很难。对，没办法，真没机会了。角门选择不点了，现在看一下卡戎这边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交自己的一个传送，往脸上拍是听到耳鸣。这个耳鸣看的位置很好，很神秘。对，但看到了，没飞轮 ，B 端出来了，那有机会了。对，我说他真的不带飞轮真挺少见。他走地击倒了杂技之后，对于求生者来讲是一个问题啊，直接交出自己的传送。回头看一下，大们这边是个火灾，但是这个火灾是没有道具的，没关系，飞轮又破掉了，那就有机会了。但是这边守墓人还没第一时间贴到门，交过了，他可以把人给救下来。对，救不到人啊。 2个人都是1挂，应该也还好。现在的话，对于卡戎来讲，它是一个优势博弈。对，是有一个多抓面了。这个多抓面是被卡戎打出来的，还得是歌剧啊，拥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强势的机动性，才能够在开门战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翻盘点。对，而且也是求生者超看到位给到机会了，但是他怕这个人只是一个障眼法，还得再等。回速先看一看，回速要往中场方向看一看，往外面看没看到人呢，可以尝试压一下这边11。他不着急了，想先跟一下守墓，把守墓人的残打出来。另外一边杂技已经绕了过来，人应该是能救下来的，选择直接硬追守墓人，没有关系，起码是个平局。卡戎的话追守墓那就是平了。
其实有多抓面，他可以再等一等，得拉扯，对，得拉扯。他可以在刚刚木的位置再等一等，再往外面看一眼。这样击倒的时候，已经距离大门是最远的一个点位了。那挂上的话，另一边门也差不多要开了。780，最终还是有点可惜，拿到一个平局。对于9-2来讲，这个开门战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说法的。对，主要是还是要静心，心要静下来。他刚刚那波木其实是可以等一等，看看中。命中13次叫7次嘛，肯定是无痛的，毕竟歌剧肯定是有个点，他们都是能够去抓住的，多跑的可能。来看一下，对于球队来讲，前期节奏一定要撑住。那扛压的是这边的杂剑员。是的。点位木屋还行，对于杂技来讲有很多的跳点。但他有封窗，他选择封窗的话，你就比较难去玩木屋了。直接回溯回来，逼你跳球，而且已经听到你的跳球声音。是。然后再把窗子给封住，绕回来，这个球没有给到太多的干扰。是的，杂技的道具一交，他的一个位置就比较差了。直接进入博弈阶段，巨刀回头刀，但是被这边骗到了。是的。再交一颗球进到3板，可以。这个点位的话，对于歌剧员来讲，就基本上要抢身位了，要抢位置了。起码要拖到自己飞轮好嘛。回速过来，但是能不能？我抽刀直接抽到，可以。板区还是有点紧张了。那杂技员相当于是被架在里面了呀，等下一个闪现就可以考虑直接击倒了。是的，而他的一个球交的是比较快的，现在手上的球也不多了，看直接跳一个红球没问题，手里还有飞轮可以博弈。但是因为我有封窗，踩板也是比较快的。先把板子清了呗，想直接闪啊！飞轮，哎呦，来不及，没反应过来，那正好歌剧的刀太快了，很难反应。而且你看针灸，他这个闪现是直接很果断，没有一丝预兆那种。我是闪 A， 是的，是不是 A 闪？所以球者这边思路真的没办法反应过来。是，他基本上我闪现过来的同时刀已经出了嘛，所以说你这边是躲不掉的，对，只能预判，而且还拦截到了这边的一个飞行家。对，小歪看一下，可以交一个回速，逼出了你的飞天。还是就人这样给一刀就好了。对于针灸来讲，他这局保平任务其实比较明显，而且他你看他天赋上面是带了崩坏的，双倒，而杂技这个位置不太好去2-6。对，那这个时候3板是个死亡点，针灸身上带的天赋崩坏，就给到求生者很大的压力了。这里他强去玩这个短板啊，但短板是歌剧的优势，很容易出失误的点，求生者。是的。要拉出去，看一下这个红球，跳一个红球，封到路那得倒了。歌剧是有隐约的，飞轮，再交飞轮，可以。强行的续命去撑到了第2块板，这里已经拖出了一个换位时间，但还是架住了呀。地上是有残影的，看一下，先翻窗，把窗户封了。这一波杂技的一个2-6还可以，哎呦，在砸头，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崩坏就作用了，已经拖到了飞鸟起，那这波就很赚了。那还是拖了很多时间了，说实话。对。终于要倒地了，再扭一刀，然后密码机这个时候来到最后1台半。这一波真的是有点燃烧自己了，对，非常 C 了。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位置，通过一块小短板去玩了这么久。真的可以说博弈非常不错，可是到开门战之前你都没有飞轮可以使用了。前期这边的话也是直接贴过来，主要是他也没有回光返照，他可能也吃不到这样的一个密码机进度。对，看看这波手椅吧，针灸是可以考虑打针对的，想去打一个拦截，但探到很油，那探不到就往回走呗。哇，这刀都差一点，其实就到身后呢。太灵性了，这边可能想拼一个反应，想打震慑，有点极限。哎，但这刀还是掏了下来，搏命开，打到了杂技，非常极限的一个无伤救人。密码机最后半台没办法操作了，那就正常淘汰一个。这把还是偏平，但是他毕竟也没有底牌嘛。对，这一把的话，就算人挂飞了，他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管密码机。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他们3个人，反正我先拉平应该是不难的。3人开门战应该是不出意外，但是主要是个天赋，有人可能没吃到回光返照加成会出问题。反正歌剧也没有传送。这局的话，双方都是一个没有什么后期的打法。对，前期还在军事，就看这2手节奏衔接，这个断影卡角断影。对，那身距没有办法很快贴近了。那同理，这个飞轮也逼不出来。看看回头要怎么找。第2台密码机在小木屋。对的，2台密码机都是高进度的，他没有办法去稳稳的控住1台。而且因为他没有追这手心理嘛，他不知道这手心理可能携带的是
吸下反射加上飞轮效应，他不知道这个飞轮逼不出来了。对，有信息差。对，看看真九的一个看门战的处理吧。这边求生者他们其实可以考虑让一个人贴大门，然后另外一个人压密码机的。对，打大副对于求生者来讲真的不痛不痒。进入开门战，哦，图图这边摸了一个娃娃，摸了一个接傀儡。对，这个倒是很有用。哇，这个很赚啊！对于图图来讲就不用那么着急，但是他是心里拿不了道具，没有关系，可以让大副过去拿嘛。离得都很远，回速看一下但妙鱼，是直接闪现，哇，没有反应过来，直接被一个回速加闪现。在另一边小歪刚贴到门，这个点门声音是可以听得到的。而且耳鸣走2步就能听到。知道小歪在脸上，手里只有一个道具，但这个时候真九是不知道你只有一个道具，可能开测你有完呀2到3个道具来着。这个会比较有点压力，来看一下这个悬停能不能拉开距离，有点难。这个板区都还在，倒还好，不能吃到抽刀。是的，我觉得可以直接无视博弈交一个回速去骗对手来救人。都在钓鱼，这边已经意识到了，很好的想法，主要也是这个椅子在小门这块位置太尴尬了。新的位置那锁定之后，发现大门肯定没有人点的，他完全不着急，可以来回去游走于这个椅子跟小门之间。对，现在3名重者全部都在小门的位置。看一下，打拉看到人了，直接冲到，可以。回速马上就好，这个人也不好救。大副手里还有怀表能下来，但是我如果抓另外一个人，你怎么办呢？对呀，心里一手飞轮，心里倒了。这个时候，真九带的崩坏还在起到作用，求生者很难起。这个时候你想点门那是不可能的，直接骗出你的表。而且这里还能试探性的不着急，第3段表不给你摇到就可以。对的，卡住这个位置。表时间差不多了，哎呦，回头只能到第3段了，刚刚好拖队友的一个自愈，但是现在3个人都在脸上。飞家交出了自己的自己，要不选择先挂心理。不着急，挽留还有20秒，会比较有压力，但是两边都是半状态。挽不挽留已经无所谓了，没有人能是满状态。而且大副已经没有道具了，这边听到了，看到了，哇！我直接倒地，这里能来得及吗？好像来不及，或者下来还得倒一个，要倒一个。飞行家倒地，是没有的。大副是一个上挂飞，其实可以直接挂大副中间比赛。想要不着急，还想争。有点杀红了，其实都可以，怎么打都可以，回头挂也可以。冷静，因为他其实把人挂了，他也是4抓，而且还是没有风险的那种。真九今天的一个状态有点太好了，对，这样的话应该是给求生者去宣告了一手死刑，已经是一把非常完美的4抓局了。对，因为飞家已经起来过了，这个位置心里不可能有生存。你看最后这一波藏红光藏的多精髓，一个背身抽刀。对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赛后数据。